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卡牌情报局。嘿，大家有听过 Hololive 的鼎鼎大名吗 ？Hololive 是日本科技公司 Cover 社的事业体之一，专门负责虚拟 YouTuber，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VTuber 的这个经济事务哦，包括宝中马林啊、兔田佩克啊等等，都是 Hololive 旗下的知名 VTuber。而且不止日本哦，就算在全世界的范围内，也是有超级多粉丝的。而这样的 Hololive 如今宣布要发行官方卡牌游戏喽！这款卡牌游戏的正式名称是 Hololive Official Card Game， 整个游戏的开发和企划工作都会由我们的 Cover 社来亲自操刀。至于销售和卡牌的营运工作，则会与发行过 WS 黑白双翼、Shadowverse 等等卡牌游戏的武士道公司来合作啦。对粉丝来说呢，也是有好消息的哦，那就是 Hololive OCG 里面的卡牌啊，将会有粉丝们前所未见专门为卡牌游戏绘制的插画啦。什么？你说你的钱包在哭泣？嘿，那可是因为你的爱还不够啊！Hololive OCG 将在今年9月份正式发行。想知道这款游戏的最新情报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脸书和 IG。你觉得一家卡店一年可以赚多少钱呢？是100万台币、500万台币，还是1000万台币啊？在日本啊，共有27间门市的连锁卡店晴屋哈雷路亚，它的创办人斋藤友金日前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公开了过去几年这个晴屋的营业额啊，在去年2023年居然达到了93亿日币。折合台币接近20亿的营收。晴屋是一间以魔法风云会为主要营业项目的卡店，除了贩卖卡包、举办比赛以外啊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还是贩售和回收单卡。在魔法风云会的全盛时期，晴屋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存在，许多全球各地的单卡商人们都会不远千里飞到日本，想要把手上的卡牌来卖给晴屋赚钱哦。随着近年卡牌游戏强者辈出啊，晴屋也开始往更多不同的卡牌游戏去经营了。目前在东京就有晴屋2这间专营宝可梦卡牌的卡店，如果大家有到日本玩的话，也可以去晴屋逛逛哦。93亿啊，真的好强！再来说到单卡，最近 Union Arena 忽然引起了卡牌投资者们的注意，而一切都是从这篇推文开始的。没玩 Union Arena 的观众啊，对这堆红红白白的卡片可能会看得有点一头雾水哦。且听我们娓娓道来。这些以红白双色为主题设计的卡片啊，称为 Uni Rare， 是参与每个系列发售只会办1轮的系列争夺战呢才会拿到的特典卡。里面的样式分为2种，分别是4强玩家可以拿到的一般版本，还有冠军1个人才能拿到的 Winner 版。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啊？没错，基本上就很像是航海王的旗舰赛特典卡啦。毕竟都是万代公司发售的嘛。之前由于 Union Arena 本身不像航海王、宝可梦等等一线游戏有那么高的人气，这些卡片啊虽然在市面上的流通数量不算多，但是价格也就一直普普通通啦。没想到这篇贴文一出，上面的买取价格啊，居然至少都是市场价格的2倍那么多。我们正想看看是谁那么疯狂用这个价钱来收卡的时候，4个熟悉的英文字母马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啦 ，MAGI。原来是 Magi 啊 ！Magi 在去年的宝可梦卡牌的这个疯涨潮中呢，可以就说是主角之一咯。这次 Union Arena 成为 Magi 买取的新目标，立刻就带动了一波话题。虽然这波上涨最后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大约是1个多星期的时间吧。Magi 宣传的力道就马上弱了很多，价格呢也慢慢回调。不过整体而言，还是让 Union Arena 里面一些较为稀有的卡片价值有明显的提升咯，也相对有越来越多玩家都更加注意到了 Union Arena 这款游戏。各位 Union Arena 的玩家们啊，你们觉得这波上涨对整个游戏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。宝可梦卡牌的玩家们，日前啊，官方宣布了台湾、香港2场冠军赛的日期和主视觉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比赛了？日本爱知啊，刚好有一场 CEO 大赛刚结束，我们这就来为大家回顾一场这场精彩的大赛。首先是第一天的赛场分布，最多选手选择的牌组啊，不出意外就是占有全场21.3%的黑喷啦，紧接着是占有率12.7%的放逐小人，12.3%的洛奇亚、沙奈朵、古剑豹、奇拉蒂娜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牌组啊，也都有不少的使用者哦。到了第2天，我们可以发现赛场的牌组可以说是更为集中了。首先是黑喷的比例急剧上升，从原本的21.3%来到了28.1%那么多。主要原因啊，还是因为黑喷 EX 的体质和伤害十分的优良，整个牌组的稳定度又好，要想完全克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。放逐小人沙奈朵和奇拉蒂娜的比例，同样也比第1天更多了，只有洛奇亚
家这副牌组有小幅的下滑而已。在2天的预赛过后呢，最后决出了我们的16强选手，黑喷和放逐很稳定的拿到了集中的7席，但作为最后一种在16强中拿到超过1个席次的牌组啊，我们的挡道卡比兽可以说是前面2天都比较没有预料到的一副牌组哦。最后的4强则由3副黑喷和1副沙奈朵来争冠，并且由黑喷拿下了最后的冠军。还得是你啊，黑喷！除了竞争激烈的场上比赛以外呢，这次的爱知 CL 呢也有一大突破哦，那就是邀请了一些很喜爱宝可梦的知名人物来参赛哦。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我们人气动画《葬送的福利连》中担任新梅尔一角声优的冈本信彦老师，而且我们的冈本老师啊，直接就拿起这个大比鸟黑喷，最强的牌组来参赛啦。据本人后来表示啊，他之所以会选择这副牌组，是因为其他的声优建议他黑喷这副牌组还蛮容易上手的关系。不管最后的表现如何，能有更多不同的人们来加入卡牌游戏这个世界，肯定是件好事。大家有没有人也是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网红啊、知名人物有玩牌，所以才加入我们的 TCG 世界的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以上就是这期的卡牌双周报，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